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宋威龙库存归零，空窗期是危机还是翻盘机会？2026年7月，野狗骨头在湖南卫视黄金档开播，首集库云峰值，直接刷新2026年省级卫视剧集首播最高纪录。宋威龙剪寸头，留胡茬，演底层少年陈毅。第17集 PTSD 爆发戏，仅靠肢体颤抖和急促呼吸就把创伤状态演到位。豆瓣评分一路走高至 8.5， 一周之内，他还有一部《千香》在优酷热播。同一张脸，两种画风，热搜焊死。但热闹背后藏着一个危险的信号，库存清空了。相思令7更新剪千香、野狗骨头这4部剧在2025至2026年密集上线完，宋威龙的待播列表直接归零。一个刚靠野狗骨头证明扛剧能力的95生，突然陷入无新戏可播的空窗期。这场断粮不是偶然，而是3年前埋下的雷，炸到现在。纠纷复盘，3年锁死如何拖垮事业节奏？时间拨回2021年，宋威龙刚凭下一站是幸福以家人之名连爆2部，双网收视24连冠 ，CVB 平均收视 1.189%， 拿下湖南卫视历史冠军。95后男演员里没人打破这个纪录，但就在这时，他和前公司欢娱影视的矛盾彻底激化，核心冲突是路线错位。欢娱主推古偶内戏，宋威龙靠现代剧走红后想转型，剧接同质化剧本，自行接演外戏。公司随即以不听话为由索赔500万违约金。2022年5月，宋威龙正式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欢娱影视，案由为合同纠纷，涉及姓名使用权、资源保障等多项争议。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诉讼期。2023年，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宋威龙解约诉求，核心依据为欢娱未能履行合理工作安排义务，但官司并未即刻画上句号，双方拉扯持续到2025年底才彻底解决，宋威龙支付约500万元解约赔偿金。2026年3月，他正式签约阿里系天浩盛世，保留独立工作室模式，拿回对演艺生涯的完全掌控权。从2021年矛盾爆发到2026年尘埃落定，这3年对外界来说，宋威龙几乎消失了。诉讼期间，他长达5个月无戏可拍，无商业活动，外部剧组怕卷入纠纷不敢邀约。同期95生张新成有变成你的那一天天才基本法，吴磊有星汉灿烂爱情而已持续输出作品，而宋威龙只能靠几部存货维持存在感。一个手握2部 CVB 或卫视大爆剧的演员，黄金发展期被合约纠纷硬生生锁死。库存清空效应，集中轰炸式回血还是透支？纠纷期间，宋威龙陆续拍了《相思令》、7更新剪千香、野狗骨头等剧，这些剧全部是库存作品，制作时间跨度大，风格参差不齐，却在2025至2026年集中释放，形成刷屏式曝光。来盘点一下这批库存弹药的战绩。相思令2024年播出，腾讯热度破22000。宋威龙饰演的玄烈被公认为古装颜值巅峰，抖音话题播放量超15亿次。7更新剪2025年播出，尾于 IP 改编，优酷站内热度破9500。罗任这个硬汉角色拿下优酷年度角色热度 TOP1， 但豆瓣仅 5.0 分。千香2026年6月，积压2年空降优酷，开播3小时热度破6000。3天破9500，4天全网播放量破亿，但豆瓣开分仅 3.8， 被观众吐槽仙侠审美疲劳。野狗骨头2026年7月首播库云峰值刷新2026年省级卫视纪录，
云和数据连续3日登顶，斩获17次卫视收视日冠，豆瓣评分 8.5。同一周上线野狗骨头，收视年关千香卡在 3.8 分。宋威龙现偶封神，古装翻车的反差被放大到了极致。这种集中轰炸的排播模式，好处很明显，短时间内高密度角色输出，强化观众记忆。宋威龙是95后男演员里唯一有3部主演剧集进入卫视年度收视前10的人，电视端底盘能力在同辈里独一份。但问题也很致命，这些剧全是库存，制作时间横跨数年，表演成熟度参差不齐，观众刚为野狗骨头里陈毅的破碎感上头，转头看到千香里雷修远的古装造型，难免产生审美割裂。更危险的是，库存剧消耗的是过去积累的观众缘。一旦观众发现宋威龙近期播的剧全是存货，没有一部代表他当下的水平，质疑声就会接踵而至。而野狗骨头播完，他的待播列表直接空掉，没有新戏官宣，没有下一部作品的信息。对比其他演员播一部火一部的节奏，宋威龙面临的不是下一部在哪，而是下一步在哪都不敢说。空窗期微雨姬，宁缺毋滥还是错失窗口？95升赛道的内卷，用4个字概括：不进则退。头部选手王一博追风者为何防暴队持续霸屏？王鹤棣大凤打更人。浮屠缘稳住基本盘，腰部演员加速突围，此杀屏封神系列站稳。陈哲远靠偷偷藏不住圈粉，新晋小生于是封神我的阿勒泰，谁都在抢那个下一个爆款男主的位置。宋威龙一旦空窗超过半年，平台方和制片方的注意力就会转向其他更听话的演员，这是血淋淋的市场规律。但宋威龙的特殊之处在于，他的爆剧体制有数据撑腰。下一站是幸福双网，收视24连冠。湖南卫视 CVB 史记以家人之名 CVB 平均收视 1.189% 拿下湖南卫视历史冠军。骄阳似我腾讯热度破30130，刷新2024年以来现偶剧最高热度纪录。这些数字不是靠营销堆出来的，是实打实的国民度。所以他的选戏策略正站在一个分岔口。支持宁缺毋滥的人会说，宋威龙这几年的作品精品率其实很高。现偶赛道从无败绩、林宇森、袁颂、陈毅3个角色横跨5年，每一个都打出了差异化。如果为了维持曝光去接流水线项目，反而可能消耗路人缘，把好不容易建立的口碑拉低。但窗口期不会等人，市场更新迭代的速度快到你想象不到。一个演员如果超过1年没有新作品上线，观众的记忆就会迅速模糊。平台方在选择项目时，更倾向于找那些刚播完热剧、正在话题中心的演员，而不是正在空窗期、不知道下一步在哪的演员。这个行业里有过空窗后成功翻身的案例，景甜靠司藤逆袭，李沁凭庆余年重回顶流梯队，但也有空窗过久直接淡出视野的教训。关键变量在于空窗期干了什么。对于宋威龙来说，2026年下半年的空窗期未必是坏事。当前市场对实力派正剧的偏好明显增强，悬疑、现实主义题材成为平台新宠。如果他能在空窗期打磨演技，接触优质项目，比如电影、悬疑剧、正剧，或许能借势完成从流量小生到品质演员的转型。毕竟野狗骨头里陈毅这个角色已经证明，他能演好底层感、破碎感，不是只能在偶像剧里谈恋爱的脸。库存清空是宋威龙事业的归零时刻，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。纠纷已了，自主权在手，但市场不会等他太久。你觉得演员应该为了保持曝光去接流水线项目，
还是像宋威龙这样谨慎等待好剧本？